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要各位介绍的是水洗料，就 3D 列印树脂的水洗料部分。那我是先使用过一般的料之后，我才来买这支水洗料的。那我相信，每一种商品它存在应该是有它的需求啦。因为这支料呢，其实如果说你有在一些社群媒体上看的话，有人觉得水洗料很好用，有人觉得水洗料不好用。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使用的方式的问题啦。嘿，这是我自己使用后的感觉。那水洗料呢？如果说你拿到之后，它会跟一般的包装好像是比较不一样一点，它是用这种整个封袋、整个密封的，所以表示说它真的就是它应该是你保存环境的话，你可能要比较干燥吧。好，那这一支料呢，我是拿来做开发使用的，那这就是开发的成品。当然，这还不是一个完成品啊，只是说我在建模的过程呢，我拿水洗料来适应，那加速我的开发速度。整块印出来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呢，这个东西呢，其实呢，你只要使用这个就可以了。就是说，你去饮料杯，或是说拿一些容器，那你直接装水，装水之后呢，你就把这个料件整个把它放下去，然后用水呢就可以整个清洁了。所以这个东西呢，我其实是没有去加入酒精什么然后也没有去使用2固。好，最后成品就是这样子。好顺便跟各位讲一下说，如果说你在市面上有看到一些，奇怪，怎么3D 列印件它底下还有加了一个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些 mark 的底座啊，其实它就是在整个切片档建好之后呢，它再去做一块底下这一块把它塞进去，这样你列印出来之后，你底下这边就不是像我这样子是支撑的，而是一块一整个一整个有公司商标的那种类型，就是这样子。当然水洗料的话也有一些缺点啊。当然那缺点，如果说你用的方式对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没什么太需要去 care 的。因为像这个啊，水洗料人家一般讲说它就是比较容易会变形，但是它的话呢，我觉得说如果说你是在建模测试的一些过程呢，你用这支料呢，可能你的开发速度可以提高不少啦。等一下呢，我就是会开始把它进行拆件还有打磨上色之类的讲解。然后另外呢，我的列印参数也会放在最后面。那我的列印参数是属于把它调的比较粗的，当然我相信应该可以再更粗一点，因为如果说你是在我相信，如果你是在职场上开发的人，你可能需要的是说，我的试作品可以很快就可以出来。好，那我觉得这支料应该它的用途主要是在这边啦。好，那等一下就开始进行我们下一部分。好，那你看一下它这个细致度。这支水洗料呢，我是使用100 μm 去做列印。当然，你看我这个孔洞呢，是因为我支撑射得很粗，因为这个并不是我要拿来射出做成品用的，而是说我是要拿来做开发用的。所以这种地方我反而不会很 care。我反而因为这种东西它是一个改装套件啊，所以有些地方呢，你可以在列印多次上去验证。你看这种地方就组装的结构。等一下我们会试装看看。那先打磨给各位试试看，水洗料的部分，如果水洗料打磨，你看也是很好磨。好。
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来进行组装跟比较。那比较的部分呢，我先拿先前数字店买的东西。这是数字店买的，形状像这样子。我把它放大一下。这是数字店买的。那这是自行建模的。这是自行建模的。那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以前这种刻线啊，这应该都是手工刻的吧？那这是建模出来的东西。比较大。那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它在细胶翻模的时候就变形了。那这是弄出来的，这样子。那其他的零件呢，也是大概是这个状况啊。像这个嘛，都比较明显的这个。那这是自行建模出来的，大概这样。好，那这个套件呢？是主要是要给这个 MG i78 2.0 所使用的。那它套件名称就是叫高机动 i78 吧。那先前应该是一开始是出现在游戏里面，那最近的话也有出了一支，好像是1:44的吧。可是那个就是它的造型跟当时一开始出来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其实这个套件在很久之前它出来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就是把机器人的背包加大，然后脚部有一个喷射器，然后再来就是手背的部分呢，它是把它变细。好啊，这次呢，其实我是主要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我使用水洗料的一些经验呐。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其实不是最后的成品，这个是我在测试建模中列印的时候的一些。不是算很成功的东西，但是可以让各位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好那个高机动 i78 呢，它有几个特性，就是说，它的套件上，它手背就是会变细，因为它是高机动，它把它的强化在背包，然后手背变细，所以这个部分有建模一个手背零件。好它也是重点，就是它的大背包。那其实这支水洗料呢，我觉得它一样是不耐磨啦。可是如果说你是要拿来做建模的一些测试呢，或是开发呢，我觉得是还不错用。这就是背包。那我这是就是100 mm 的哦。那我想这个普罗森它的机器呢，应该是说现在已经非常的强了，所以这是100 mm 的，可列印出来的品质，我觉得还是这个样子。好，这大背包，好就可以这样整个装下去。当然，这里面的深度还没有完全弄好，不过背包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另外是手背的部分，其实如果说你开始进行建模，就会知道说人家为什么说他的东西是万代的东西是黑科技，其实真的是有一些道理在的啦。自行建模之后，就有些地方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了。当然，一开始可能是我自己挑的这个套件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它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好这就是手背的部分。等下这个地方是错的，是不是？你这边里面，你变成说你要建好卡榫，然后这边卡榫也要对，这样你才可以得到一个轻量化的手甲。因为它高机动 i78 它的设定就是说，它的手背它是这边的装甲都变得比较薄，没有像它这样子。当然市面上是没有 2.0 给 2.0 用的啦，这是因为我蛮喜欢它这个粗暴的设计，因为它很简单，它就是
背包加大，然后呢腿部的部分的喷射器就加下去，然后再来是手炮的部分，就是这个，这是手炮的部分。哦，你看都还安装上，你也可以出现声音了哈。所以说呢，这支水洗料要拿来做一些开发上试做模的设计，应该是不错的啦。好，啊，这就是那个它的那个手部的这个炮，这个可能要给各位看一下那个设定图才比较清楚啦。哎，等一下这个地方撞错了。当然了，那个机器人的建模跟人物的建模，我觉得是完全两回事。机器人的建模比较像在玩 K 的图。那大概就这样吧。手炮就这样。啊，这个腿甲的部分呢，因为这个是实验中，你看这里面都是平的。它这个腿甲也是它的特征啊，只是说在开发中的时候，我会想说，到底这个要多大？哦，那这个要多大？当然，因为这个是试印啊，我是这样整块零件这样直接印出来的哦。所以呢，你看那个机器有多厉害？我说3D 列印机啊，3D 列印机可以这样让你整个零件就全部一次列印出来。那这是我拆件的结果哦，这是一开始就拆件的啦，这是直接就列印，因为我想说到底要做哪一种会比较好。变成说你在开发中你也可以去测试。另外的话，这个就是因为今天的重点不是要介绍这个高机动 i78啦，主要是要介绍水洗料，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开发中的测试列印的 sample 的样品，就是有些地方公差不对，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水洗料，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优势在啦。好啊，等一下呢就是把水洗料进行上色来测试看看。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进行上色测试。那我测试的漆料是这个，水性漆，那它是加酒精的。我去看资料是说，这种水洗料它好像清洁上比较怕酒精吧，所以说如果你使用酒精去喷涂的话，可能会让它后续的结构比较不稳，所以可能上色上可能用消基剂会比较适合。不过就是这次就直接测水性漆上色看状况怎么样。好，就直接上这个好了。那因为这支料它的这个水性漆它本身是香的啦，所以我可以在密闭环境中直接喷涂。那这一支料它其实不是那一种很扎实的颜色，我只是试喷而已。好，等一下看能不能粘起来。
Hello，大家好。那现在进行看它上色之后能不能附着。那这是消基漆，我刚才有用消基去喷了。那这是刚才的水性漆，一样啊。OK 哦，都没有粘起来。好，这是消基漆，消基漆的话应该是更没有问题啦。是啊，你看都没有。所以市面上的漆料要上这个水性漆，应该是都没有问题啦。而且我这个都没有上底补的哦。好啊，接下来就总结啦。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做个总结。那这个总结呢，只是说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资料，然后还有我自己个人使用的一些体验的一些心得啦。嘿，至于说到底好不好用，我觉得各位也可以去尝试看看。嘿，我要先说明哦，其实我只用过这支料，嘿，至于其他家的怎么样，我不知道，嘿，不过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觉得它重要的特性就是说，它在官网上它有标明说这支料它是可以就是适合初学者。如果你去看其他资料，好像没有特别标明说适合初学者吧。嘿，我使用后感觉就是说，它后续处理设备需要的最少，它只需要水就能够清洗了。所以说呢，你可能连一些什么二顾机，或是说是清洗机，可能都不需要。嘿，因为我前面有介绍给各位看过，就是说我只要去用一个塑胶容器，然后装水，那把要炼的物件放进去，然后甩一甩，然后后来你就把它放干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就是味道的部分。那这支料呢，我记得好像在网上有人说它味道很不好，可是我自己使用感觉是味道没有很重，嘿，还蛮轻的。只是说有些人可能比较不喜欢这种味道，因为它的树脂的味道跟那个我们一般的树脂的味道有点不大一样，嘿，但是它味道我觉得不是很重。另外呢，我是在网络上看到有资料说，好像是接触到一些酒精还是什么之类的，它会变得比较臭。嘿，那我大概试一下，好像是没有啦。嘿，可能是他们用的是其他不同的清洁剂，也不一定。好，再来就是说，这是让我比较意外，它就是稍微有一点韧性。它跟那一只湖水灰 8K 比起来，它有一点韧性。所以你在载台上你要拆下来的时候呢，比较简单。因为我前面的影片中，各位应该可以看到，其实我是用一整片的方式在列印的，所以呢，那整块铲下来它都没有断裂之类的。嘿，那这几个呢，我觉得就是它主要的优点。那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啦。我觉得它最大的缺点就是说，如果你在网上有看到，应该就是它的物件比较容易变形。那变形的话，不是在列印中哦，列印后跟列印中都会。那列印中的变形，就是说你会看到经常有人在列印的时候，结果它突然出现一片那个类似切开或直接裂开的那种感觉。嘿，或是说列印之后呢，一些本来要平整的东西，可是却不是很平整。那我觉得就是说，那种东西就是变成说你的列印角度可能要抓的比较好，然后在薄件要比较注意。那实心物件呢，尽量不要印实心物件，可能就是印比较中空的吧。我觉得这是它先天上的一些缺点吧。当然这是网络上看来的啦，可能有更好的方式也不一定。或是说更好的料，比如说水洗版的工程料，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然后再来就是说，经常看就是说后续有机会裂开，这是经常有人觉得说水洗料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会裂开。那我觉得它会裂开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它本身是水洗的啦，水洗的东西应该就是比较怕湿气吧。长久以来，如果说你一直静置的话，可能空气中的湿气会影响到它里面的状况。那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法，可能就是上一层保护漆就可以了，就是说
让它不要跟外面的空气接触太多。至于说到底会不会裂开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个人看你的用途啦。对我来讲的话，我的使用方式我不太在意它后续会不会裂开。至于说你说其他的部分呢，像市面上有些东西啊，应该都会经常听到有人说什么 PVC 会出油，或是塑胶会黄化这些事情。可是通常这些商品呢，也不会在里面注明说这些东西会出油或是黄化吧。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见仁见智啊，看你的用途啦。好，然后再就是清洗水的后续处理的部分，它跟那个我们酒精或什么之类的，我在使用结果就是说，一样会沉降，因为网上我看到是说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它那个水啊，它表面上会变得有点雾雾的，就是说那个会有悬浮物。那悬浮物呢，就是不会让那水完全干净就对了。可是我使用的就是说，它其实大的还是会沉淀到底下。那其实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一个容器啦齁，然后呢，你去堆一些废布料，或是说是像那个用不到的不织布、口罩之类的都可以啦。然后你就把上层那些有悬浮物质的那些水啊，就直接倒到那个容器那边，然后再曝晒到太阳底下，让它水分蒸干。这样它底下另外那些你就可以把它包一包，直接丢到垃圾桶了。因为如果说真的要去处理出一个完全干净的水的话，可能要去买一些什么化学物品吧，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知道说水洗料好像看起来是医学中心的人比较常有在使用啦，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方式可以去进行处理。不过我们一般人如果使用上，那你量也没有很大，那我觉得反而这种方式最简单。当然换水的部分也可以直接这样做，你就把那些比较不干净的水就直接把它用这种方式，然后让它曝晒干，然后再补一些新的水进来，这样你的清洗的环境也是可以弄比较干净一点。好，最后就是我的列印参数啦。我的列印参数呢，只要是拿来做试作品用的，就是说我在开发过程中使用的。那我调的就只有调了这3个。一开始呢，我在列印的时候呢，我是想说就把它调很细，可是我后来想一想，好像不大对，因为你调很细的话，列印时间会很长。所以后来我就想一下，不对，应该是把它调粗。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光固化列印机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出来要很细致、很漂亮。可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那可能细致漂亮反而不是重点，反而是速度才是重点。我们需要的是它列印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因为我不是业内的，我也不是业余的，我应该算是业外的吧。就是说，你下班回家之后，你可以来开一下，然后就列印一下试试看状况怎么样。所以呢，我不会太在意说它的列印时间长短，但是我希望说我回来之后，然后大家印一下，然后就可以让我知道说，我做来建模出来的东西，状况怎么样。好，所以我就把它调到就是0.1mm。其实你还可以把它调得更粗，因为普罗森的机器我看它好像可以调得更粗啦。另外这边的参数我都没有去动它，因为这个跟机器的那个有关系啦。我不知道说它到底能够加速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不敢乱调，我只有调这里而已。如果说你是真的是在公司内开发的话，你可能会需要更快的速度吧。那我把它调到0.1mm，我觉得就符合我的需求了啦。当然那列印出来品质啊，各位看一下，应该也是相当不错啦。当然可以更粗哦，还可以更粗。我看它机器还可以更粗。当然我是拿来做试用品的。如果说你是要拿来做一些成品之类的，可能这种可能要把它调细吧。那调细能够调到多细我不清楚。对这边就是我的一些使用上的一些心得参考，也参考一些社群上的资料啦，提供给各位参考。